有句耳熟能详的话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我们的古人对于头发的认识是非比寻常的，一般都不敢轻易地毁伤头发，理发之日要择日，发型的选择也要有所讲究，因为发型也有等级的代表。古人们把头发都视为一种孝道的图腾文化，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，当今社会我们对于什么时候理发、去理怎样的发型，都是站在时尚时髦的角度去考量，随时随地可行。自古夫妻成亲，必要有的一个仪式就是结发，否则又何来结发夫妻这个名词，又何来发妻的称呼？古人为什么重视结婚时要结发？你真的思考过吗？因为古人懂得，头发是一个人的灵根，头发结在一起，就像《阿凡达》里面的那个人鸟合一的桥段，是一种灵通，所以古人格外重视头发。但自满清入关，为了彻底从灵魂上毁掉汉人，才搞出了那么个前凸后翘的阴阳头发型。古人重视头发到了什么程度？一个成语毫发无损足见。现代文明，女人除外，对传统男人最大的摧毁就是头发变短了。不单中国，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。牛顿先生也曾是一头喜羊羊式的过肩卷发，很酷。成年男人的头发，在古人的眼里，全世界都是一个看法，不剃。表面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损毁，实际上都心知肚明地明白，头发是身体上一种有灵性的东西。除了脱发的人，他们是要生长一辈子的，甚至很多人去世了，头发还会继续生长。信与不信，他们就是那么有灵性。头发也是绝不能给外人的。还有一些会法术的人，一旦获得了你的头发，想怎么远程操控你，都是可以实现的。目今为止，除了艺术家，男人几乎都没有长头发了，都变得很短了。发为血之余，发为肾之外华，发为烦恼丝。杨柳风吹，发丝拂过面庞的感觉，心神是否会荡漾？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，心主神明，心神不荡漾，智慧由何而生？中医讲究天人相应，头发作为一种灵性的存在，如同手机内置的天线，试问是天线越长，信号接受能力越强，还是天线越短，信号越好？无法无天四个字，有时比无法无天更说明一些自然规律。一部电视连续剧叫《如懿传》，有这样一个情节：如懿作为皇后，在中年时期与皇帝乾隆在情感上面发生了非常极端的情感危机，矛盾凸显不可调和的时候，皇后如懿就剪掉了自己的青丝。我们古人说结发夫妻，那斩断头发也就是斩断了情丝。这一件事情让作为皇帝的乾隆大发雷霆，将如懿皇后打入了冷宫。可见古人
对于头发的认识远比我们更为深刻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还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曹操马踏麦田，就是曹操的马不经意间踏入了农户的麦田，践踏了麦子的收成。这在当时可是犯了军令，原本是一个杀头的死罪。然而曹操作为义军之长，就割下了自己的头发，以此谢罪。他这一举措就把他的部下一律众人感动得稀里哗啦的。这就说明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乃是天地阴阳的代表。所以头发在古人的智慧当中，那是有极高灵性认识的。头发除了护脑、保暖、美视等等作用之外，它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灵性意义。在《黄帝内经》当中说肾主水，其华在发。那站在意义相通的角度，易经文化认为头发是五行当中木星的代表，木星象征生长能力，非常盎然的生机，所以肾为先天之本，就代表了肾可以由水性的濡养来滋养人的健康。水能够生木，水旺则人的先天之本强盛。所以站在中医的角度当中，有很多的时候都有说气血旺衰看头发，枯荣就是你的头发是否干枯还是荣华，都代表着你气血的旺衰。头发与人的生命力，与人的运气的旺衰都有着直接的关系。那我们在懂得如何维护头发的同时，就懂得了如何维护我们的气血旺衰和足够生发的生命力。在易经当中，乾为天，地为坤，而人的头部就是乾卦的代表。乾卦是属于君子当自强不息，那是一种中正、刚强、强健之道的象征。因此我们给予了头部一个非常兴旺、强健的姿态，包括从你的发型上面去体现、彰显这种姿态，都是你在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显化。现代医学有这样一个研究数据，就是研究发型的专家指出，成功人士大部分的人都有一头浓密的头发。当一个领导人或者是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物，他开始不注重修整蝙蝠，任凭头发凌乱稀疏，乃至于到谢顶的时候，他们的事业所维系的力量也就会随之下降，他的事业前途就会受到影响。因此在美国的《时代周刊》上面曾经刊载的这样一篇文章，就是从侧面的佐证，在过去的50年当中，被选出来的总统没有一位总统是秃顶。英国等等其他国家从很早的时间就开始流行假发的装扮，也就是为了迎合这个道理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头发的浓密稀疏还是谢顶，以及说你是否注重衣着发型，注重修整蝙蝠，这都跟你的领导力、跟你的事业前途，甚至跟你的财富运气都直接的关联着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在发型除了美化的角度之外，还是身体健康、事业顺遂的表现。古往今来，乃至于中西方都有一个不谋而合的一点，就是会好好的梳理头发。
打理头发，使我们人的形象更为优秀。花一些时间去打理，才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运气。而这仅仅是站在我们事业这一层面的一种显化表现。然而，真正的头发，它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。中华民族不愧为是神族的后裔，从服饰、发型到饮食各个方面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与宇宙源头的力量去链接契合。我们古时候的古人都流行着束发的习惯，将头发束在我们的头顶的顶轮中央，形成一个圈儿，将这一圈的头发束缚起来，再横插一根发簪。这一根横插的发簪就仿佛是头发盘旋上的一个雷达，而头发就是天线，束发和横向的发簪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，无时无刻不可以从宇宙当中接收信息的雷达接收装置。其实人体是宇宙当中最为完美的构造，人体的每个器官和组织自然都有它独特的作用，但是头发是灵性物件当中最容易跟宇宙产生链接的天线，它上连着天体，根部连接着启动着我们的松果体，往下再连接着经络和穴位。人类作为万物之灵，除了人有着精神和思想，还有就是会去思考，它有极高的灵性，而头发就是有助于我们链接宇宙信息，有更多的灵感去思考和创造。我们过去的古人都要留长发，现代的艺术家也都喜欢留长发，其本质上都是因为头发是能量和信息接收器与发射器，它能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和说不清道不明的灵感。倒是与和尚都是修行人，为什么却截然相反的，一个留长发，另一个剃光头？头发对修行有什么影响？前文说过了，头发是能量和信息的接收器与发射器，长头发会让人感知到更多的外界信息，所以佛家称头发为3000烦恼丝。佛家修行讲究4大皆空，6根清净，剃光头。出家代表抛弃凡尘，静心修行，唯有放下一切，才能大彻大悟。我们古人的盘发，在古时候把它称之为仙人结，就是像我们现在发电机里面错综复杂的线圈盘绕是一样的道理。线圈的盘绕有足够的能力去产生更强的电磁感应和电流，这就意味着我们盘绕的头发时时刻刻会起到接收发射信号的作用。人的头发作为天线，就会将能量传导到身体当中，同时头发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头部免受阳光的暴晒和提高我们维生素 D 的吸收。正宗的仙人结就是将长长的头发盘束在我们人的头顶当中。从现在印度的7轮穴来说，那是顶轮的所在之处，这是一个能够完全或者说最容易接收太阳能的中心点。将头发盘束在顶轮中央，可以作为辐射能量的通道，同时更有助于保持你的精神集中。在过去的印度的瑜伽修炼者们，他们也有束发的习惯，他们的头发天生的是自然卷，卷发就仿佛是天线，仿佛是人为扭曲过的天线，它能够迂回，
更能够传导宇宙所传输过来的信息与能量。有一句俗话说，女人的头发长见识短。其实这句话站在头发灵性的角度来说，是不怎么有灵性的。女人的直觉力很强，常常都有超越于男性的第六感觉。其原因之一，除了女性有更为感性以外，还有就是有长头发的助力。头发能够让人更好地去接收周围微妙的信息，包括负面的和正向的，头发都会十分敏感的，很容易在第一时间捕捉到。比方说你去到一个阴气很重，甚至说有些恐怖的地方，你第一时间你一定会头皮发麻。这就是头发能够很快速地体会到周遭微妙世界的信息，类似于传感器。这头发的传感器可以在第一时间增加我们的灵性和感知力，告诉你此地绝非久留之地。为什么当人感到不安全、不安的时候，会第一时间的头皮发麻呢？其实我们人的其他器官，比方说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皮肤等等，都是可以接收到周遭世界的微妙信息的。然而为什么都是第一时间头皮会发麻？其原因就是在于头发这一个天线，它接收到信息后，它是不通过神经传输的，而是直接传给你的心神，直接就会形成潜意识，或者说第六感觉，通过潜意识或者是第六感觉做出决定，迅速地离开相对不安全的地方。而我们人的其他器官，它接收到了信息之后，是通过神经传递给大脑，大脑再通过我们人体特殊的解码系统再去做出判断。所以其他器官接收到的信息是要经过大脑处理之后再去做出决定，而头发接收到的信息直接传给你的神，那一个最为敏感、最为全能的心神。现代医学发现，当头发长到一定长度的时候，身体的所需钙、磷和维生素 D 就会产生，并且进入到淋巴液，最终会进入大脑。顶部有2个管道，这2个管道当中会产生丰富的脊髓液，这种粒子状的脊髓液的变化就能够创造出更强大的记忆能力，可以很有效地激发更大的潜能、耐心和耐力。如果你是留的短头发，你可能1个月就要去梳理一次。剪掉头发，它不仅让你失去这份额外的能量和营养，而且剪掉之后，你的身体还会要去提供给新的头发生长的能力，这样就会消耗你大量的生命能量和营养素。我们的祖先将头发束在头顶，再横插一根雷达，时时刻刻地从宇宙当中去接受信息与太阳的活力。白天我们的头发吸收太阳的能量，是束发和横插的雷达形成的接收装置，去接收太阳的能量。到了晚间，我们会披发缓刑，就是把头发会放下来，去辅助我们白天所接收到的太阳的能量，在晚间去处于披发之后吸收利用和再造的过程。到了清代的时候，我们的发型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尤其是男性。
头顶是光光的，在后脑勺上面蓄着长发，留着一根长长的辫子。这跟国运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当阳气不足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剃发，直接从宇宙当中接收更为强大的能量与信息，再经过我们后脑勺所形成的一个长辫子，将太阳的能量与活跃的生命力往下延展，拉到脊柱里头。随着长长的辫子时，能往我们的脊柱里面深入。谁说古人没有智慧？谁说现代的人有科技？现代的人聪明？其实国运走到什么程度，我们的发型上面也有很深入的改变。我的2个同修住在书院里面，其中有一个是长头发。他在刚来书院的时候，我经常看到洗手间里面，还有他睡的卧室里面，到处都是头发，桌子上、地上、洗面台上都有他的头发。我就很郑重其事地告诉他，梳理完头发以后，要将洒落在地面上的浴池上面，以及其他散落在地的头发，都要通通地收拾起来，给它缠成一个卷儿，扔到该扔的垃圾桶，或者用一张纸给它包裹起来，扔在垃圾桶里面。这不是迷信，因为你的头发里面含有着你丰富的精血，还有着你身体全能的能量代表。如果你不收拾这些残留的头发，任凭它散落在地，那其他的人经过此地践踏了头发，或者是说这些头发被飘落在污浊之地，它会自然地影响到你的健康和运程的。因为整个大地球就是一个强大的电磁场，我们人体也是带磁的，不管你的头发散落在何处，只要是被人践踏，或者是说被污浊的气息所干扰影响，通过脚下的大地这一个导体，它都会回流到你的身体上，不管是正向的能量还是负向的能量，都会通过头发大地回向到你的身体里来。现在流行着戴假发，就即便是很多很年轻的女性，为了美观，她是短头发，就去买了一顶乌黑的假发来戴着，这样子就会从短发瞬间就变成了长发。这是为了时尚，为了美观。但很多人为了去追求这种美观的真实效果，他就会去选用那些真人的真的头发来戴。其实这一点站在灵性的角度来说，那我们最好不要去戴别人的真发，尽管别人的真发经过了一些药物处理，显得比较干净。你要明白，药水只能处理头发当中的病态信息，它是处理不了暗能量的能量信息的。当你把别人的真发戴在自己的头顶上的时候，你身体里的精血就会与别人的真发会发生一种链接，形成一个新的不太和谐的生物常态，就会有一个常态效应在互相影响着。所以真正懂得，或者是说有些灵性的人，我们都劝解大家不要去戴别人的真头发。如果不得已要剪掉头发，也要请你妥善保管，处理好你剪掉的头发，切勿由他人轻易践踏。头为天，为钱，为君子当自强不息。发为生，为木，为你的生机如养之表现。
为你先天肾气之显化。在完成美化头发的同时，切记不要忘了濡养你的先天之本。通过头发来提升你的精气神。头发是有灵性的，它们有着自己的能量场，这个能量场可以影响别人，也可以被别人影响。头发的能量随时都会发生变化，有着强大或者虚弱的表现形式，这都取决于我们的情绪和健康状况。当我们感到快乐和健康的时候，我们的头发会变得光彩照人。当我们感到不安和不健康的时候，我们的头发也会变得暗淡无光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好好养发，愿你积蓄能量，让新鲜的阳气直达发梢，调旺头部风水，滋养内外和谐，福气和好运多多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